凉风有信，秋月无边。你们好，我是你们可爱又迷人的前女友。没想到吧，我今天更新了，今天就继续我们之前的人鱼之森。因为之前一直在说的都是永泰的情史，今天就不得不说一说真鱼和大眼怪物的爱恨情仇。看过前几集的应该都知道，永泰和真鱼基本上是每集至少死一次，而真鱼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要回到永泰那里去，这集也不例外。两人正在森林里溜达的时候，真鱼忽然看见了一只蝴蝶，正在追蝴蝶的功夫，真鱼不小心掉下了悬崖，情急之下永泰也跟着真鱼跳了下去，两人当场去世。没一会儿来了一只独眼怪物，他看见真鱼动了一下，就扛起真鱼回到了自己的洞穴。另一边，一个猎户大叔捡到了永泰，正想找个师傅超度他的时候，永泰竟然复活了。大叔对此感到十分惊奇。永泰说自己吃了人鱼肉，所以可以长生不老，但是在他询问真鱼下落的时候，大叔表示估计真鱼已经被吃了，因为森林里一直有一只妖怪，他的一只眼睛就是被妖怪打伤的。两人商量天一亮就一起去找真鱼。夜晚悄悄来临，大眼怪趁着月色赶紧去森林里抓了一只野猪。回到洞穴时，山洞里的真鱼已经醒了，他也有了两只眼睛。真鱼对大眼怪十分惧怕，大眼声明自己对他没有恶意。真鱼发现能与他交流，就又虚弱的昏了过去。第二天，真鱼在小溪里洗澡的时候，大眼怪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姑娘。真鱼吃着烤好的食物，询问永泰的下落，得到的答案是永泰已经死了。真鱼知道这不可能，他说自己要回到永泰那里去，但是大眼怪跪着哀求真鱼不要走，再陪他一阵子。真鱼没有很强硬的说离开，甚至帮他洗起了弄脏的衣服。大眼怪觉得温馨又感动。此时永泰已经跟着大叔带着狗赶了出来，想要找到怪物的位置。大叔说大眼怪有不死之身，看来只有砍下头才行。永泰猜测到大眼怪很可能是吃了人鱼肉却长生失败的半人鱼。而此时大眼怪也给真鱼讲起了自己的故事。Long long ago，他只是个普通的男人，住在一座海边的小镇里。忽然有一天，他在海边捡到了一只死去的人鱼，听说人鱼肉是长生灵药，他就偷偷带回家里吃掉了，然后就感觉身体剧痛，失去了意识。醒来时，他的家人和村民都死了一片，村里的女孩哭喊着说他是怪物。他看了一眼自己的样子就被瞅到了，吓得当场就跑了，之后就一个人独自生活到了现在。话刚说完，永泰他们就找了过来。大眼怪主动挡下了2枪子弹，抓着真鱼就跑，但是真鱼却一心想找永泰。大眼怪打碎沙石挡住了洞口，大叔没进去，永泰勉强挤了进去，但是也被沙石埋了个半身。真鱼担心永泰拼命反抗，大眼怪却不想真鱼离开。他看着去意已决的真鱼，询问真鱼是不是因为他太丑了，真鱼才要离开他。真鱼于心不忍，就邀请大眼怪跟着他和永泰一起去旅行。大眼怪知道真鱼认可自己是个人类，一时间百感交集。但是大叔从后面的出口绕了进来，他告诉真鱼离大眼怪远一点。真鱼此时才发现这个山洞里满是石骸。大眼怪悲痛欲绝，因为他会忽然之间失去意识，然后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清醒后就已经铸成大错了。在真鱼努力保护大眼的时候，大眼忽然眼睛一红，再次失去了意识。他左手拍狗子，右手拍大叔，转身逃了出去。真鱼也追了出去，劝说大眼跟他们一起走，但是大眼已经没有了正常人类的思维，他连真鱼都打。永泰用大叔给他的炸药成功炸掉了大眼的一只胳膊，几人合力之下终于杀死了大眼。大眼临死前再次恢复意识，认出了真鱼。真鱼抱着大眼说放心的睡吧。这集的故事就到此结束了。说实话，大眼是真的很可怜，一开始变成半人鱼杀害了亲人和村民，就应该十分愧疚了，然后又以这种半人半怪的形态独自生活了很多年，每次失去意识都会做出伤害别人的事，控制不住也追悔莫及。面对喜欢的真鱼，也知道自己无法与他在一起，这一切的开始只是因为想长生不老的一时贪念。长生不老就真的好吗？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吧，我们有缘下期再见。喜欢前女友的点关注不迷路，素质3连走一走，不收藏你怎么占有这个前女友啊？比心心。